我不是廉价劳动力哈，除非你愿意付我超过10块钱一个小时。在美国，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买英伟达，没有买 AI 股票，也没有参与 AI 投机，所以 AI 泡沫和自己没有关系。但现实可能完全相反。如果你有 401k、LA、Roth IRA、Vanguard、Fidelity 退休账户等等，那么很有可能你最大的 AI 投资早就已经被买好了，甚至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因为今天的 SP500，也就是标普500指数，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代表美国经济的指数，反而越来越像一只 AI 主题的基金。而这件事情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数千万美国家庭的退休账户。今天我们就用数据来看看 AI 到底有没有改变 SP500。如果 AI 未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赚钱，会发生什么？以及真正赚到 AI 红利的到底会是谁？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一直以来，大家都很喜欢标普500指数基金，因为觉得能够参与美国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你以为你买了500家高质量的美国大公司，其实你可能只买了10家公司。很多人喜欢 SP500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足够的分散，买一只基金就相当于拥有了美国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听起来非常安全，但问题来了，500家公司真的一样重要吗？当然不是。SP500采用的是市值加权，哪个公司越大，权重越高；哪个公司越小，权重越低。结果就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身上。这张表的数据来自于 RBC 汇总的 SP500的前10大公司的占比变化。标普500的前10大公司的权重，在1990年到2015年之间一直稳定在18%到23%之间，但是在过去的10年内几乎翻倍，到2025年已经达到创纪录的40.7%，主要由大型科技和 AI 相关的股票驱动。换句话说，你以为自己投资了500家公司，但实际上40%的资金集中在了10家公司身上，而这些公司大多数都与 AI 高度相关，比如包括 NVIDIA、Apple、Microsoft、Amazon、Alphabet、Meta 等等。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买 SP500指数已经不只是买所谓的美国经济，而是在押注 AI 未来会继续成功。在美国，很多人的 AI 投资其实是来自于 401k 等等的退休账户。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主动买过 AI 股票，但是他们的退休账户却已经重仓持有。很多人最大的投资账户其实不是股票账户，而是 401k、IRA 或者 Roth IRA 等等这些账户，而这些账户中的默认选项通常就是 SP500 指数基金。SP500 指数基金是 401k 中最受欢迎的单一基金之一，所以很多美国家庭的最大 AI 投资并不是英伟达，而是自己的退休账户，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会看到几个有意思的事情。第一，最大的 AI 投资者其实是沉默的大多数，不是硅谷的 VC， 不是散户追高英伟达，而是几千万不看财经新闻的普通家庭。第二， AI 繁荣的收益分配比想象中更宽泛。如果 AI 真的推动了标普500的上涨，受益的不只是富人，而是有退休账户的中产阶层，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第三，风险也是双向的， AI 泡沫如果破裂，退休储蓄也会受损。这些人可能承担了风险，却没有主动选择这个风险。所以大家觉得 AI 真的会让这些科技巨头越来越赚钱吗？其实历史上技术革命并不总是让技术提供者赚最多的钱，很多时候赚最多钱的人反而是使用技术的人。来看看互联网时代，
如果回到1995年，你会觉得谁最赚钱？可能会说网络设备公司、电信公司、卖服务器的公司、卖网线的公司等等。但最终真正成为超级巨头的是 Amazon、Google、Facebook、Netflix 等等，他们使用互联网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富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那么 AI 的价值链在哪里？你看这张图 ，AI 的整个价值链从上到下分5层，最上层是芯片层，比如英伟达、AMD、台积电等等。没有 GPU，AI 什么都跑不起来，这是整条链的地基。再往下一层是云计算层，微软、亚马逊、谷歌，他们把芯片的算力打包成服务租给全世界。比如你用 ChatGPT。背后跑在微软的 Azure 上。再往下是模型层 ，OpenAI、Anthropic、谷歌 DeepMind， 这里造的是 AI 大脑，也是整条链里边普通人最熟悉，但是却最难直接投资的一层，因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还没有上市。但是在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巨头就会接近于上市了。然后是应用层，数百万家的企业。把模型层的能力包装成为产品，向用户收费。最下面一层是用户层，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很多投资者都把注意力放在最上面几层，因为最显眼、最热门，新闻也最多。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未来 AI 创造的价值会不会大量流向应用层？例如，一家建筑公司利用 AI 完成报价，提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一家律师事务所利用 AI 完成文档整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利用 AI 提高研发效率，一家小企业利用 AI 减少行政人员的数量。这些企业不需要开发 AI， 但他们仍然从 AI 中获益。这里其实藏着一个价值投资的核心问题。巴菲特反复强调一件事，不要只看一个行业有多热，要看谁真正拿走了钱。他举过很多的例子。铁路很重要，是工业革命的血脉，但不是所有的铁路公司都赚钱，很多早期的投资者都血本无归。航空业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但从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到今天的100多年过去了，整个航空业累计烧掉的钱远远超过他们赚回来的钱。互联网重塑了人类的文明，但2000年泡沫破裂的时候，倒闭的互联网公司比活下来的多得多。技术改变世界这件事往往是真的，但技术公司赚大钱这件事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面对 AI 有一个问题必须想清楚， AI 会改变世界和 AI 公司一定赚钱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这2件事情是每一轮技术泡沫里最常见的错误。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 AI 发展一切顺利，商业化超过预期，各大公司的利润大幅增长，当然皆大欢喜， SP500 可能继续上涨，持有指数基金的人都跟着受益。但如果事情走向另一面， AI 的盈利能力不如预期，竞争越来越激烈，算力成本高居不下，利润率持续承压，那么今天这些被市场赋予极高估值的企业就可能面临一轮残酷的重新定价。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在 SP500 的权重已经非常高了，前10大成分股几乎清一色是科技巨头，这意味着一旦他们出现问题，整个指数都会受到拖累，而不是某一个行业。这并不是说 SP500 不好，也不是说你应该卖掉手里的指数基金。长期来看，指数基金投资仍然是普通人最理性的选择之一。但有一件事情值得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 SP500 已经不是20年前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散的 SP500 了，它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依赖少数的几家巨头，越来越压住同一个故事 AI。 当你买入这个指数的时候，你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压住 AI 这条叙述线能够走得通。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买英伟达，没有追 ChatGPT 的概念股，没有参与 AI 这波行情，所以 AI 的涨跌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你有 401k、有 IRA、有 Roth IRA 或者任何一支追踪 SP500 相关的指数基金，你其实早就是 AI 时代的投资者了，
每个月自动扣缴的那笔退休金，已经在替你持有英伟达、微软、谷歌或是 Meta 等等，只是没有人明确告诉你过这件事情。那么 AI 会改变世界吗？也许会，而且很可能真的会。但 AI 公司会赚走最多的钱吗？这个答案历史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保障。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着相似的剧本。蒸汽机时代最赚钱的不一定是造蒸汽机的人，电气化时代最赚钱的不一定是发电公司，互联网时代活得最好的也不是最早的那批网络公司，而是后来真正搞懂了怎么用互联网赚钱的企业。技术是舞台，但最终站在聚光灯下的往往是那些最懂得如何驾驭技术的人。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根本不是 AI 会不会成功，而是当 AI 像电力一样普及，像互联网一样变成每个人生活的基础设施，当它彻底融入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作流程之中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谁会是真正拿走最大那块蛋糕的人？这或许才是未来10年最值得每一个投资者认真坐下来想一想的问题。互联网时代，人们高估了技术本身，却低估了那些真正懂得用技术赚钱的企业。AI 时代，这个故事也许正在重演，只是这一次连旁观者都已经在场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